工地传人，莫非张师兄就是工地传人？想到这个可能，楚风的心中也是大吃一惊。工地传人，这位便是工地传人。可这工地传人刚刚却叫楚风为师弟，莫非他们有着什么关系？此刻众人也都在注视着张天翼，不仅发现了张天翼的身份，他们还无法忘记先前这位工地传人非常亲切地称呼楚风为师弟。诸位，在下乃是工地第8代传人张天翼，明日与诸位对决的正是我。虽然明日即将刀兵相向，但仍很高兴能与诸位成为朋友。张天翼来到高台之上，对着众人抱了抱拳。此刻在场之人也是笑脸相迎，纷纷回礼，哪怕心高气傲的百里星河也不敢怠慢，毕竟对方可是工地传人啊。然而在看到张天翼后，那冷月却是轻哼一声，随后嘴角带着讽刺的笑意，转身走进了自己的高塔之内。这一幕其他人虽然没注意，但楚风却看在了眼中，并且楚风助还一道。冷月发出冷哼之际，张天翼的脸上也是闪过了一抹不自在，眼中也是闪过了特殊的情绪。而当张天翼在与众人打过招呼之后，则是走到楚风近前，笑眯眯地拍了拍楚风的肩膀，说道：楚风师弟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别来无恙啊。张师兄，你真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啊。楚风也是哈哈一笑，随后一把将张天翼抱入了怀中。兄弟相拥，无需多言，便是道不尽的情谊。来，咱们屋里说。楚风将张天翼请入了高塔之内，果然是师兄师弟。素闻楚风背景不简单，今日一见果真如此，这也就难怪那位前辈偏袒楚风了。这等关系不偏袒才怪。眼见着楚风与张天翼相拥入塔，人们的脸上更多的则是惊讶。不过与此同时，他们也忽然有些同情西门飞雪了。楚风有这样的关系，西门飞雪却当众挑衅楚风，这可真的是做得一手好死。此刻楚风已与张天翼来到高塔之内，识趣的辣椒等人则是走了出去，为二人留出了交谈的空间。楚风师弟，你真是让我吃惊啊！虽然早就知道你天赋异禀，却没有想到你的进步会如此之快。进塔后，张天翼从上到下，从下到上，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楚风，看着如此硬朗的楚风，他的脸上是掩饰不掉的欣喜。张师兄才是真的让我大吃一惊，8品半帝可远在我之上。楚风也同样是欣喜不已，张天翼修为超越了他，他没有一丝嫉妒，有的只是高兴。作为兄弟，他只希望张天翼能越来越好。别提了，我的修为怎么来的，我自己最为清楚，与你根本无法比。张天翼苦笑一声，张师兄，你怎么就成了工地传人？你不是拜那位盲眼老人为师了吗？你究竟是怎样获得如此大的机缘的？快与我说说。楚风迫不及待地想听听张天翼的故事。其实说起来，楚风也算是青帝的传人，不过最多只能算是半个，但这对楚风来说已是天大的机缘。可是张天翼却是真正的工地传人，这机缘可比楚风的要大。这从张天翼能有今日的修为就已经看得出来了。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我还是长话短说吧。当初拜你所赐，我们才得以拜师尊为师，得师尊照顾，我等不仅来到5至圣土，修为也是大涨。事后师尊将我与无伤弟弟送到了帝王领域，让我二人自行修炼。但是师尊给我们提出了一条要求，那就是不得主动去找你。我们的修为虽然在师尊的帮助下都得以增进，可是在帝王领域这个地方，我们仍然弱小的可怜。在这期间，我和无伤弟弟也是受了不少苦，最大的屈辱便是拜那冷月那妖女所赐。张天翼说道。冷月听得此话，楚风恍然一惊，难怪那冷月看到张天翼表情如此不屑，而张天翼的情绪也那般复杂。原来二人之前便认识。张师兄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楚风追问起来。当日那冷月与一位隐士弟子争斗，我与无伤弟弟闻讯，便想去见见世面，想看看天道府的第一弟子究竟是怎样的利奥德。然而当我们看到传闻中的天道府第一弟子长相竟如此平凡后，无伤弟弟便与我嘀咕了一句，不曾想被那冷月耳朵竟然那么的好用。听到了无伤弟弟与我说的话，当众便挖掉了我与无伤弟弟的双眼，随后还将我二人丢入粪坑之中。提及此事，张天翼双拳紧握，握得嘎嘎作响。楚风了解张天翼的性格，自然忍受不了这样的屈辱。事实上，得知冷月竟对自己的兄弟做出如此恶行之后，楚风的怒火也是滚滚翻腾，对那冷月恨之入骨。虽然已是怒火冲天，可楚风却没有插话，他想听张天翼说完。那冷月不仅当众将我二人丢入粪池，还用武力束缚我二人，想让我二人活活的在粪池之中淹死。幸亏我父亲出手，否则我必死无疑。张天翼说道。父亲听得父亲二字，楚风一惊，他明明记得张天翼无父无母，是个孤儿啊。我父亲便是工地第7代传人，你先前已经见过了。张天翼笑眯眯地说道。竟是那位前辈。听得此话，楚风又吃了一惊，什么情况？张天翼不是遇到了天大的机缘，而是天生就是工地的传人。其实第一次看到我父亲，我也很是吃惊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到生父，并且生父如此之强。事实上，得知当年发生的事情之后，我也是非常吃惊，本以为自己是孤儿，却不曾想背负着如此重要的使命。张天翼感叹一声，说话之时目光闪烁，似是当时见到他父亲的一幕仍在眼前一般。张师兄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楚风好奇地问道。这件事也是说来话长，我还是长话短说吧。当年我父亲还远不具备现在的修为，但却与我娘亲生下了我。不曾想，在我1岁那年，我父亲的仇人找上门来，我父亲独挡大敌，让众族人与我娘亲带我先走。可不曾想，那仇人也有帮手，围堵住了我娘亲与族人们。危急时刻，娘亲以生命为代价，让族人带我突围。娘亲死了，而我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就跑到了东方海域，还落到了九州大陆，成为了一个孤儿。至于我父亲，虽然逃过了一劫，可是看到娘亲的尸体，
看到众族人的尸体后，却伤心欲绝，悲痛万分。因为不仅娘亲与族人死了，父亲还找不到我，所以便觉得我们全都死了。张天翼说道：“灭族之痛自然沉重，可是你并没有死啊，只是找不到，不代表死了。你父亲怎么就能断定你死了，而不去找你？”楚风问道：“这也不能怪我父亲，我父亲当初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，只要我在，无论身处何处，他都能够找到我。但是当时他却找不到我了，而找不到我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我死了。”张天翼说道：“但是你却没有死，而是去了东方海域。”楚风说道：“是啊，实际上我并没有死，只是跑到了东方海域。可是因为距离太远，又可能是因为某种力量的阻隔，哪怕身上有印记，父亲也感应不到。但只要我回到五之圣土，我父亲便可以感受到。所以当我和师尊来到五之圣土后，我父亲便惊觉地发现我原来还活着，所以便第一时间找到了我。他一直暗中保护着我，直到我和无伤弟弟险些死在冷月那妖女手中之时，他才出手救我，对我说出了事情的经过。”张天翼讲述道：“想不到张师兄竟有这样悲惨的身世。”听到这里，楚风心中一紧，虽然原因不同，但张天翼的经历却与自己有着几分相像。只是张天翼已经父子团圆，而他却还未能见他生父一面，那灭你族人的仇人可还活着？忽然楚风问道：“杀母之仇，灭族之恨，与生父分隔多年，这一切都是当日的仇敌所害，这样的仇恨不能不报。若是那些仇人还活着，不用张天翼说，楚风也会帮着报此大仇。死了，全都被我父亲杀了，除了一个人。”张天翼说道：“还有一个人是谁？”楚风问道：“那个人，我父亲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谁，但他却是害我张家被灭的罪魁祸首。我张家隐世多年，寻常人根本就找不到我张家在哪。是那个人引导我父亲的仇家找到了我张家，只不过自那日之后，他便人家蒸发了一样，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。但我父亲说，他那样的人不可能轻易的死掉，一定还在五之圣土，并且一定还活着。只是可惜，除了他的额头上有一个像是蛇一样的符号之外，对他便一无所知。”张天翼说道：“真是可恨，此人若活着，绝不可轻饶。”楚风说道：“若要我找到他，定不轻饶。”提及此人，张天翼也是恨意滔天。“张师兄，你说无伤弟弟也被你父亲所救，那他如今可在此处？”楚风问道。“不，无伤弟弟拥有的是地级血脉，我父亲在修为上帮不了他，于是便将他送到了一个旧有的隐居之所，想让无伤弟弟在那里能更进一步。你若是想找他，我倒是可以告诉你地址。”张天翼将一张地图递给了楚风，接过来一看，楚风发现那隐居之所还真是隐秘，但若有机会，他定要去那里一趟，看望一下江无伤。毕竟他们兄弟三个当初在九州大陆便相识，这么多年了，感情极深，如今能在五之圣土团聚，更是不容易。楚风将这张地图小心翼翼地收好，随后说道：“张师兄，你父亲是工地传人，究竟是得到工地的传承，还是本就是工地的传人？工地乃是我族先祖，我族人皆是工地传人，乃是代代相传。”张天翼说道：“张师兄，那既然工地传人是代代相传，为何被称为工地，而不是张地？”楚风好奇地问道：“先祖本叫张先锋，但为了保后人安宁，才自称为公无名。”张天翼说道：“张字去长，便是公，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”楚风恍然大悟，虽然当初工地隐藏了真名，可却也留下了一丝线索。不管怎么说，张师兄能与亲人相聚，都是可喜可贺呀。楚风恭喜道，他是发自肺腑的替张天翼感到高兴，因为同命相连的他，最能体验到张天翼的孤独，最能理解盼与亲人相见的心情。此刻，张天翼也是笑了笑，可以看出来，虽然族人已死，母亲不在，但能与父亲团聚，他已是非常知足。张师兄，你先是邀请众人来此，而今日又宣布了你的名字，是准备将工地的姓氏公布天下了吗？楚风问道。公无名本来就不是先祖的真名，只是当年他怕家人受他牵连，才自称公无名。如今我张家传到此代，只剩我与父亲二人，我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天下之人知道先祖的真实身份了。张天翼说道。也是，楚风赞同的点了点头。不过其实举办最强小辈争霸赛并非我的本意，这乃是我父亲给我出的一道难题。张天翼说道。难题？楚风目光一闪，你还记得我修炼的竞技玄功吗？张天翼问道。当然记得，张师兄的竞技玄功可丝毫不弱于天赐神体。楚风说道。是啊，我那竞技玄功可是大有来头。提及此事，张天翼也是颇感得意，说道。当初我便觉得我修炼的竞技玄功蕴含着更为强大的力量，只是我无法掌握，也领悟不到。实际上我修炼的竞技玄功便是我张家代代相传得以变强的根本，也是先祖当初名扬五之圣土成为一代帝王的根本。那竞技玄功的真名叫做仙火三重变。张天翼说道。仙火三重变，听的这个名字，楚风便意识到了这功法的不简单。没错，我如今只是仙火一重变便修为大涨，达到了今日的地步，而我父亲已是修炼到了仙火二重变，虽然在五之圣土还谈不上天下无敌，可却也是少有敌手。至于我族先祖当年的宫殿，他便是三重变，三重变的他，就算当时的远古精灵也是颇为忌惮，乃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天下无敌手。我父亲说了，只要我能够夺得这最强小辈的称号，就帮助我开启二重变，只要二重变成功开启，别的不敢说，我至少会踏入五帝。话到此处，张天翼也是一脸的期待，直接踏入五帝，好玄妙的功法。听到这里，楚风也是有些羡慕了，开启一重变，修为便可暴涨，这可实在太神奇了一些。其实功法并不玄妙，厉害的还是我族先祖。张天翼说道。不知此话怎讲？楚风问道。仙火三重变，一重比一重难，修炼起来堪比登天。当年老祖天资卓越，是一步一个脚印，修炼到了三重变，成就了帝王之名。
至于后人，不过是托了先祖的福。张天翼说道：托了先祖的福，莫非你知先祖做了什么？楚风问道。没错，先祖虽修成仙火三重变，却也深知仙火三重变的难度。先祖为了让后人能够顺利的修炼成仙火三重变，便以特殊的手段将自己的力量遗传了下来。那力量结合仙火三重变，便可让后人快速的突破，比起让后人自己去修炼，不知道要简单了多少。张天翼说道。原来如此，你先祖还真是有心之人。楚风说道。是啊，以先祖的威能，本可活上万年之久，甚至可以更久，但为了将自己的力量保存，造福后人，他还未到500岁便死了。张天翼说道。听到这里，楚风也是神情一动，工地的所作所为显然是为了后人而牺牲了自己，这种精神当真难得。不仅如此，先祖还留下祖训，为了能让我族始终传承下去，凡是能够修炼到3重变者，都要在最巅峰的时候与他用同样的方法将其力量保存下去，造福后人。张天翼又说道。楚风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工地的精神虽然令人佩服，可是他的这个要求可着实有些为难自己的后人。一个人自己怎么样都无所谓，但是强迫他人总是不对，更何况修炼到仙火3重变便具有称帝的威能，谁会愿意在最巅峰的时候牺牲自己成就他人？那后来可有人修炼到仙火3重变？楚风还是忍不住问起。虽然先祖留下了传承之法，可唯有族中天赋最强者才有机会接受那力量，所以才有了我这第8代传人。不过仙火3重变实在太难了，哪怕先祖牺牲自己，可是后人大多数也只是修炼到仙火2重变而已。自先祖死后，时至今日，算上我总共8代传人，唯有一位前辈修炼到了仙火3重变。只是可惜，这位前辈生不逢时，他虽修炼成了仙火3重变，获得了与先祖一样的威能，可却碰巧赶上了青帝出世的时代。青帝听的这2个字，楚风也是神情一变。没错，就是那个青帝，那个被誉为5帝之中最强的一帝，在他的面前，无人敢称帝。提到这里，张天翼的脸上有着一抹遗憾，而楚风也是心中一动。他能够猜想到张天翼所说的那位前辈是谁，多半就是当日在应风谷村内留下印记的那位。青帝的威能也只是传闻而已，你为何如此确定你族的那位前辈不如青帝？楚风问道。2人曾私下对决过，虽然那场对决很是隐秘，除了我族前辈与青帝，无人知晓，可是最终的结果不用我说，你应该也知道。张天翼说道。明白了。楚风真的明白了，那结果显然是青帝胜了，否则那个时代的帝王就不会是青帝，而是张天翼口中的前辈。那位前辈败给青帝后，也曾苦修过一段时间，想要试图战胜青帝，可惜青帝越来越强，已经强大到了他无法企及的地步。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，他听从了先祖的祖训，选择牺牲自己，将自己的力量遗传了下来。可惜后人再也无人修炼到仙火3重变。张天翼说道。听到此话，楚风虽也为张家惋惜，可心中想的更多的却是当年的青帝究竟有多强，竟能让一个修炼到了仙火3重变的人感到绝望。张师兄，那明日的同辈对决，你是必须胜？楚风问道。是啊，不过这倒也不是父亲刁难我，只是这也是先祖留下的规矩。按照先祖的规矩，必须年龄达100岁，并且是本族小辈最强者，才可以用他的力量去开启仙火2重变，否则就必须以自己的实力去战胜5之圣土所有的同期小辈才行。张天翼话到此处，看向了楚风，说道。楚风师弟，当日我们准备前往东方海域之前，曾在青龙宗战过一次，那一战我败给了你，而自那之后，你我的距离便越来越远。本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与你一较高下了，却不曾想我的先祖又给了我能与你一战的机会。老实说，我最期待的就是与你一战，无论胜负，我都期待。我也期待。楚风笑着说道。对了，楚风师弟，明日比拼是选择性的对决，冷月那妖女，你千万不要选，一定要留给我。虽然我不能杀她，可我却一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把她给我和无伤弟弟的侮辱通通还给她。话到此处，张天翼的目光变得复杂，宛如当日被辱一幕又浮现在了眼前。对付那冷月，你有几分把握？楚风问道。老实说，只有5分。张天翼苦笑道。修为一样，战力一样，而他的手段未必弱于我，只能是5分把握。不过哪怕如此，我也必须胜他。会的。楚风笑着拍了拍张天翼的肩膀，虽然嘴上这样说，可是楚风心中却感叹道。张师兄，那冷月的战力可能不只是逆战3品，而很可能是逆战4品啊。楚风师弟，明日赛事就要开始了，咱们兄弟有话可以慢慢聊，今日你还是好好休息吧。对了，明日对决可千万不要留手。张天翼临行之前说道。一定。楚风点了点头。然而张天翼走后，楚风却是一脸的愁容，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他没想到明日的对决对于张天翼来说竟如此的重要。过了片刻后，楚风才释然的笑了笑，仿佛已经做出了决定。你这傻子想什么呢？而就在这时，一道甜美的声音忽然在楚风的耳中传来。听着这个声音，楚风大喜。蛋蛋，你醒了？废话，我若没醒，是鬼在与你说话。蛋蛋笑嘻嘻的说道。听到这熟悉的调侃，楚风更是狂喜不已，心神一动，便将自己的心神投射到了界灵空间之中。果然，此刻那美丽的倩影正站在其中，以俏皮的姿态笑眯眯地望着自己。我的女王大人，我想死你了！见蛋蛋苏醒，楚风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情绪，一个猛扑，宛如老鹰扑小鸡一样，就向蛋蛋扑了过去。刺扑若中，蛋蛋这位小美人必然落入楚风的怀抱。然而见楚风袭来，蛋蛋则是身形一转，裙摆舞动之间，微风卷起，一阵香气扑鼻，令楚风心旷神怡。可是当楚风落地之时，却发现原本站在那里的蛋蛋已经不见了。小样的，
又想借机占本女王的便宜。本女王如此高贵，岂能让你多次玷污？身后传来淡淡笑嘻嘻的声音，回头观望，楚风发现淡淡正一脸坏笑的看着自己。虽然是坏笑，可又因那甜美无瑕的脸庞、清纯无邪的气质，怎么看都感觉很是可爱。淡淡，你的修为3品半地，竟直接突破到了3品半地。感受着淡淡此刻的气息，楚风更是大喜。虽然早就知道金叶界灵花可能会让淡淡修为提升，却没有想到能够提升到这种地步。毕竟淡淡提升修为与楚风差不多，虽然靠着吞噬本源，可是需要的量却远非寻常的界灵可比。金叶界灵花能带给淡淡这样大的收获，不得不说已然超乎楚风想象。是呀，本女王能有这个修为，还要多亏了你弄到那金叶界灵花。本女王向来知恩图报，为了表达对你的谢意，赏你个抱抱吧。淡淡说话间带着甜美的笑容，迈着优雅的步伐向楚风走来。当快靠近楚风之际，忽然一跃，犹如精灵一般扑入了楚风的怀中，感受着那柔软的身体进入自己的怀中。楚风的心跳竟不由得加快。向来泰山崩于前而面色不改的他，此刻竟因淡淡的投怀送抱而紧张了起来。楚风也算抱过不少女人，可抱淡淡的感觉却是最为奇妙的。而如此美人已然入怀，楚风怎能放过？张开手臂便想紧紧抱住淡淡，可是他还未抱，淡淡竟娇躯一晃，又脱离了楚风的怀抱，只留下了一阵诱人的体香。机会给你了，你自己不中用呀。淡淡躲在一旁，吐出小舌头说道。切！楚风撇了撇嘴，虽然有些不甘，却也只能如此。女王大人的战力至少逆战6品，并且最终战力楚风还不知晓，淡淡掌握的手段他更是不知晓。所以哪怕淡淡他只是3品半地，但楚风却未必能够胜他。所以这丫头戏耍于他也是没有办法。不报可以，不过下次遇到危险，可不许你擅作决定，牺牲自己。楚风很是认真的说道。哪有牺牲自己，只是沉睡罢了。我睡着的时候，你经历了什么，我也是一清二楚哦。淡淡俏皮的说道。那你可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楚风问道。当然知道，我又不傻。淡淡美眸眯起，灿烂的一笑，那个小模样甜到人的心都快化了。你呀，面对淡淡的卖萌招数，楚风也是放弃了抵抗，不忍再去说他。楚风兄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严邪面带紧张的走了进来。有人找你了，快出去吧。淡淡摆了摆手，看着这样的淡淡，楚风还真是不舍离开，可毕竟正事要紧，于是仍旧将心神投回到身体。这才发现严邪不仅进来了，手中还拿着一封特殊的信函。那信函微光闪闪，符咒萦绕，并且蕴含结界之力，乃是一封结界信函，没有蛇纹级黄袍界灵师的手段根本打不开。谁送的信函？楚风问道。冷月。严邪说道。这冷月竟还是一位蛇纹级黄袍界灵师。楚风颇为吃惊，本以为此处的蛇纹级黄袍界灵师只有他与百里星河2个人，却想不到那冷月也是。此女战力逆天，实力强横，结界之术也是如此厉害。哪怕楚风对此女也是不敢小觑了。不过不敢小觑不代表楚风怕他，至少这封信函还难不住楚风。楚风施展手段，金芒闪烁之间，从容地将这封信函解开。信函解开之后，化作一缕金光，在楚风面前旋转。楚风知道这代表着什么。这信函有内容，但却没有实体。想要知道内容，就必须融入脑海，而这需要很强的控制力，非蛇纹级黄袍极界灵师仍旧不可。楚风目光一闪，那飘动的金光便如同受楚风所控一般，射向楚风的脑门，融入楚风的脑海之中。下一刻，一行行字体也是在楚风脑海浮现。此次最强小辈争霸，我对他人已无兴趣，只想与你楚风一战。今夜来此处与我一战，只要你来，无论胜负都给你赏赐。好是狂妄的冷月。楚风轻叹一声，这冷月竟用好处引诱楚风与他一战，可给予的好处却用赏赐2字，这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虽然想与楚风一战，可实际上他根本就是看不起楚风。楚风怎么回事？严邪问道。冷月挑战我，约我今夜与他一战。楚风说道。什么？这样做不是犯规的吗？若是被那位知道，你们可都是要被取消资格的。严邪先是一脸惊讶，随后看向楚风问道。那你去吗？自然要去。楚风说道。严邪更是一惊，劝道。楚风，万万不能去啊！你们若战，明日大可一战，何必冒这个风险？严邪兄，我与冷月一战有我的理由，就算他不找我，今夜我也会去找他，而他既然找到了我，这便是正合我意。楚风淡淡的笑道。看来我是劝不了你了。严邪说道。楚风笑了笑，虽然没有说话，可却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那我只能说小心一点。严邪说道。多谢。楚风看得出来，严邪是真心的关心自己。虽然相识不久，可严邪绝对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兄弟。严邪他劝你无用，那本女王劝你呢？此刻淡淡的声音忽然响起。我的女王大人，你应该了解我的，别让我为难好吗？楚风笑眯眯的说道。说这话的时候有着一丝哀求，他很怕淡淡劝他，因为他很在乎淡淡，所以淡淡若劝他，会让他非常为难。张天翼那小子若想要获得最强小辈的称号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德玉府的那个狂御史还不算什么，他最大的劲敌乃是你与冷月，尤其是你，若是你认真起来，在不放水的情况下，那张天翼是根本无法战胜你的。可是此次同辈争霸的胜负，又关系到张天翼修为能否长进，你这么重情重义，肯定是要成全他。若是对决之时放水，对他是不尊重，还不如事先弃权。但只是弃权，你又担心张天翼不是冷月对手，所以便想拉着冷月下水，让冷月与你一起破坏规则，从而被淘汰。而在与冷月交手的时候，也顺便替张天翼与江无伤把当初被冷月羞辱之仇给报了，并且这个决定在本女王苏醒之前你就已经定下了。淡淡说道。不愧是我的女王大人，
真是聪明。楚风真是忍不住想为自己的女王拍拍手，鼓鼓掌。那你自己说，你已经做好的决定，本女王劝你有用吗？淡淡问道。分是情，楚风说道。就这件事呢？淡淡问道。楚风嘿嘿一笑，他没有正面回答，可却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这件事事关张天翼的未来，虽然淡淡劝他会感到为难，可他还是会这样做，习惯了。谁让你总是这么在乎所谓的狗屁情谊？虽然这让你放弃了自己的利益，本女王感到很是不爽，并且哪怕是现在，本女王依然不认同你的做法。但毕竟你是我的主人，你做的决定我应当尊重，索性便支持你吧。淡淡用那颇为无奈的小语气说道。多谢女王大人。见淡淡没有劝自己，反而支持自己，楚风也是松了一口气。这样一来，他就能放手去做他想做的了。此次对付的不是寻常人，乃是冷月，天道府的第一弟子，在天道府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想替张师兄和无伤弟弟报仇，就必要羞辱于他，可他又是不能羞辱的，所以此次行动我必须定好万全之策，而这的确需要女王大人帮忙。楚风说道。已有计划？淡淡问道。有。楚风说道。那便开始吧。本女王沉睡这么久，也正想活动一下筋骨呢。淡淡的小脸之上也是洋溢出了一种情绪，迫不及待。随后楚风花费了足足1个时辰，布置了一座阵法，并且又以至宝掩护，将其浓缩成一个戒指的样子，然后戴在了女王大人的手指上。就这个就可以了。打量着手指上那看着毫不起眼的戒指，淡淡半信半疑。还有这个。楚风抬出一个如同痰盂一样的物品，这里面同样是一座阵法，而阵法之内封印着不知名的物体。这是什么？淡淡好奇地问道。你会知道的。楚风一脸的坏笑。这2样东西就是你的完全之策。淡淡更加半信半疑了。足够了。楚风微微一笑，随后让淡淡回到自己的戒灵空间，便走出高塔，向那冷月指定的地点行去。虽然这里是堡垒的中心，可却也有着一些偏僻之所。冷月尽管做好了被淘汰的准备，可却也不想有人打扰他与楚风对决，所以选择的地方还是比较隐秘的。楚风来到那隐秘的丛林之中，望着眼前流动的小溪，忽然开口说道。好歹你也是练兵仙人的弟子，何必鬼鬼祟祟的？有话不妨直说，有事不妨直做。楚风此话一落，身后的丛林中便传来一声轻哼。很快的一道身影自丛林走出，此人果然便是练兵仙人的弟子百里星河。你偷偷摸摸的尾随于我，不知所谓何事？楚风问道。楚风，我知道了，你与紫菱师妹还有苏柔师妹的关系。百里星河说道。楚风颇感意外，随后问道。那又怎样？我觉得你配不上他们，所以我希望你以后与他们断绝关系，从今以后也不要再去打扰他们。百里星河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双眼微眯，眼中闪过了一抹寒意。楚风何其聪明，话到这里便已听出了百里星河的意思。这个家伙之所以对自己这么大的敌意，乃是因为看上了自己的女人紫菱与苏柔，而他之所以来找楚风说这番话，显然是向紫菱与苏柔表达爱意，被拒绝了，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便来威胁楚风，对自己的女人动了心思也就罢了。毕竟不管紫菱与苏柔的修为如何，他们2个女人的魅力，楚风是从不怀疑的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这本没什么。可这百里星河竟为利奥得到他楚风的女人，跑来威胁楚风。作为一个男人，这楚风怎么能忍？虽然心中怒火早已滚滚翻腾，就要爆发开来，但楚风却并未表现出来，而是淡淡一笑，对百里星河道。百里星河，你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然后用你那满是狗屎的脑袋好好想想，你有什么资格来对我楚风说这番话？听得此话，百里星河顿时目光一闪，双拳紧握，虽然很是愤怒，却也不由得想起了当日被紫菱与苏柔拒绝的一幕，那种残忍与无情，是他百里星河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。因为在那之前，没有一个女人会拒绝他，从来没有过，所以他对紫菱与苏柔的情感乃是一厢情愿，而紫菱与苏柔却是对楚风死心塌地。他的确没什么资格来对楚风说这番话，可是他百里星河想得到的东西必须得到，这也包括女人，而现在唯一的突破口便是楚风。你最好照我说的做。百里星河冷声说道，满含威胁。我若不做呢？楚风问道。那我便会杀了你。此话一出，百里星河眼中寒芒涌动，一股磅礴的杀意自正面扑向了楚风。这百里星河不是说说而已，他竟然真的准备为了紫菱与苏柔而杀掉楚风。那你来试试看啊！楚风的嘴角微微上翘，可是这微笑的背后蕴含的乃是一抹杀机。然而就在2人将要动手之际，一股磅礴的威压无声无息地落在了百里星河的身上，随后便如锁链一般将其牢牢地束缚。强大的力量让百里星河无法反抗，更是无法挣脱，被那股威压直接被压入了地底之中。随后那威压又是移动，宛如蛟龙出海一般，自地底之中窜了出来。而与此同时，百里星河的身影也是随之而出。只是此刻百里星河竟是脸色苍白如纸，面露艰难之色，体内还不断发出嘎嘎的声音，那是骨头碎了的声音。那威压虽然没有让他身受重创，可却带给了他巨大的压力，压迫他的身体各处，包括丹田与灵魂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女子的身影忽然从天而降，飘然地落在了百里星河的面前。此女不是别人，正是冷月。冷月神情冷漠，看着百里星河，没有一丝感情道：我的对手不是你能碰的。听得此话，百里星河神情一愣，虽然只是一闪而逝，可是楚风却也在他的眼中捕捉到了惊恐的情绪。见此一幕，楚风则是轻笑一声。当初他觉得百里星河是5之圣土最强的天才，今日一见不过如此。抛开修武天赋不谈，百里星河这种家伙还远不如严邪、张天翼他们有骨气。这种人就算天赋再好，也难逃人渣的宿命，因为他欺软怕硬，行事也可以说是不择手段。此刻楚风的愤怒倒是减缓了许多，
百里星河虽然行事过分，但就从他的心性来看，他注定是个小角色，还不值得楚风为其大动干戈。就在这时，那冷月丢出3只金碗，3只金碗丢入半空后，便纷纷消失不见。但楚风却能够感受到3道无形的力量笼罩了这方天地，那是3只金碗，乃是至宝，已然封锁了此处。在那3只金碗的庇护下，楚风与冷月战得天翻地覆，外面也不会有所察觉。这冷月还真是有备而来。你与那张天意是师兄师弟？冷月问道。是，楚风说道。你那个师兄倒还真是不得了，竟是工地传人。不过不管他走了什么狗屎运，我都看不起他。你知道为何我说他不配做我的对手吗？虽然当初的他只是个小人物，但我却也记得他当初。你不必说了，这个仇我替他来报。冷月话还没有说完，楚风便抢着说道。他知道冷月要说什么，冷月是要当着他与百里星河的面说出张天翼受辱之事。这件事若传出去，会影响张天翼的名声，楚风自然不会允许。原来如此，难怪这楚风会大晚上的跑到这里，原来是早就与冷月约好的。而听到这里，百里星河已是恍然大悟，这楚风来此是与冷月约好一战啊！想到此处，百里星河的嘴角掀起了一抹阴险的冷笑。虽然他不能对付楚风了，可若冷月替他杀了楚风，那似乎更是不错。毕竟这样一来，他连罪名都不用背负。而冷月的实力，他是清楚的。冷月对付楚风，就像大人欺负小孩，毕竟连他百里星河都怕这冷月替他报仇。你可要拿出真本事！冷月讽刺的笑了。虽然他想与楚风一战，可同样没将楚风放在眼中。对你，我可不会留手。不过我的戒灵，想要看看我与你的交战，不知可否？楚风问道。想要看看你是怎么败的吗？反正已经有一个观众了，不在乎多一个，你放出来吧。冷月无所谓的说道。记住，不是放，是请。楚风纠正之后，便开启了戒灵大门。臭丫头，本女王坐看你是怎么被虐的。淡淡走出来后，先是鄙视的看了一眼冷月，随后又走到了百里星河的面前，眼见着百里星河直勾勾的看着自己，淡淡一脸的厌烦。看什么看？没看过美女吗？美女见过不少，但像你这么美的戒灵，我倒是第一次看见。百里星河淡淡的笑道。虽然对楚风敌意十足，可他对淡淡却是相当和善，甚至有些殷勤。看到这里，楚风对着百里星河的印象已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。想当初第一次看见百里星河，他居高临下，傲气十足，宛如圣人一般，不将所有同辈放在眼中。但想不到这个表面不近女色的家伙，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的大色鬼。从他那看淡淡的眼神，就能看出来他在动着什么心思。看过本女王的人都这么说，但是本女王也是第一次看见像你这么恶心的人。话罢，淡淡一口唾沫落在了百里星河的身上，随后说道：把你那恶心的目光移开，你多看我一眼，我就恶心一分。说完，淡淡便趾高气昂的走向远处。而此刻，百里星河则是被气得瑟瑟发抖，想他堂堂练兵仙人的闭门弟子，何曾受过这样的羞辱？可是眼下他的身体被冷月的力量所束缚，根本无法挣脱，就算愤怒，却也无可奈何。这便是修罗戒灵吗？倒是够嚣张的。不过这种性格，怕是早晚要吃亏。冷月说道。楚风的事迹早已传开，所以事到如今，几乎5支圣土的所有人都知道，楚风抛开修武天赋不谈，但却是一位传说中的修罗戒灵师。冷月，你说过，只要我来与你一战，你便送我礼物，不知是何物？楚风没有急着出手，而是开口问道。当然。冷月说话之间，抬手一扔，一个乾坤袋落入楚风手中。楚风查探后发现，乾坤袋内竟然有着10块龙级戒灵石。这么点东西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楚风冷笑一声，便将那乾坤袋丢给了冷月。你竟然嫌少？这可是10块龙级戒灵石。冷月柳眉一皱，他真是没有想到楚风会嫌少。自然是少。楚风说道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想要什么？冷月挑眉问道。我要你身上所有的宝贝。楚风看着冷月说道。你可真是大言不惭，竟想要我所有的宝贝。你是今天出门的时候脑袋被门给夹坏了吗？听得此话，冷月一阵冷笑。在他看来，楚风说的很不切实际，乃是异想天开。我可没说平白无故要你的东西，咱们公平对决，输了的就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宝贝都交给对方。楚风说话之间，打开了自己的乾坤袋，将天仙剑、邪神剑等难得的至宝一一在冷月面前摆弄了一番。看到楚风乾坤袋内的宝贝，冷月的目光也是不断变化，尤其是看到邪神剑后，眼睛更是发直。好，既然你楚风有如此魄力，那我便与你上赌一场。你若能够胜我，我便将我身上所有的宝贝都给你；但你若输了，就要将所有的宝贝都给我。在楚风的诱惑下，冷月成功入套，一言为定。楚风说道：驷马难追。冷月说道：可你若反悔呢？楚风问道。我冷月若是反悔，便猪狗不如，不配做天道府的天将之首。此生过后，永生永世都做畜生，受人宰割，被人践踏。冷月举手发誓道：够狠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勉强信你一次。楚风笑了笑，那你便出手吧，我劝你最好用尽全力，否则没有意思。冷月此话落下之际，竟然闭上了双眼，连看都不看楚风。他这意思很是明显，虽然约楚风一战，可实际上他根本就不将楚风放在眼中，够狂。但冷月却有狂的资本。看着冷月如此，百里星河则是得意一笑，看向楚风，心中暗道：楚风，我就看你是怎么被羞辱的，和你交手都不必我亲自动手。然而对于冷月的挑衅，楚风却是微微一笑，随后意念一动，一道水浪自其体内溢出，水仙奥义术便浮现在其身前。水仙奥义术刚一现身，便直接出手，万千水滴化作利剑，道道浪花更是宛若千军万马。最重要的是，楚风此刻的修为是7品半地，而这水仙奥义术的修为乃是8品半地。水仙奥义术，这个家伙
果然得到了这一无上秘籍。此刻，冷月猛然睁开双眼，眼中布满惊讶之色。身为天道府的弟子，他曾有幸看过天道府的太上长老施展木仙奥艺术。当时看着那栩栩如生，并且比本尊还强大一品实力的木仙奥艺术，冷月羡慕不已，发誓日后一定要得到木仙奥艺术。而如今，与木仙奥艺术齐名的水仙奥艺术就浮现在他的面前，并且还在对他发动攻击。而这水仙奥艺术的拥有者，竟是与他一样的同辈，这让冷月觉得很是不甘，非常的不平衡。只是8品半地，可不是我的对手。冷月高喊一声，随后身体便如柳枝一般舞动。舞动之际，不仅将水仙奥艺术的攻势尽数躲过，并且眨眼之间已来到了水仙奥艺术的近前。靠近之后，冷月眼中寒芒闪烁，一双玉手化作树道，对着水仙奥艺术便轰了过去。他的速度极快，虽然手掌纤细柔软，可是每出一掌都在水仙奥艺术的身上砸出万道水花。水仙奥艺术只是顷刻之间便被冷月轰炸的体无完肤。果然如我预料的一样，虽然水仙奥艺术失利了，可楚风却淡然一笑。冷月如此之强，乃是因为他拥有逆战4品战力，所以哪怕同等修为，可只有逆战3品战力的水仙奥艺术，自然也无法与冷月匹敌。而楚风之所以不及反省，那是因为楚风之前是猜对了，这样的冷月根本就不是张天翼可以战胜的，所以他来与冷月一战也是选择对了。4品战力，这冷月竟也拥有逆战4品的战力。虽然楚风早有预料，可此刻百里星河便却大为吃惊，显然他没有想到冷月的实力如此强劲，比他预想的还要强。楚风，你真是倒霉。然而一番惊讶之后，百里星河忽然看向了楚风，嘴角的笑意反而更浓，又是一招轰击。水仙奥艺术以冷月彻底轰散，可水浪翻滚之间，肉身却再度重聚，毫发无损的继续向冷月发动攻击。可是冷月的战力足足高出水仙奥艺术1品，任凭水仙奥艺术再为凶猛，却也无法伤及冷月分毫。主人不死，秘技不灭，水仙奥艺水果然神奇。楚风能得到这水仙奥艺术是你的运气，可这水仙奥艺术跟了你，却是他的不幸。冷月讽刺地说道。从他一言一行都可以看出，他非常想得到水仙奥艺术。你确定？楚风冷然一笑，眼中寒芒闪烁之际，雷霆铠甲已然浮现而出。当他的修为提升到了8品半地之后，水仙奥艺术的修为则是提升到了9品半地。眼见着水仙奥艺术已然可与自己一战，冷月也是不敢大意，开始认真起来。不可能！然而此刻百里星河则是再度吃了一惊，他一直以为楚风能有7品半地的修为，乃是因为楚风动用了雷霆的力量，可现在他才发现，原来自己猜错了。楚风能有7品半地的修为，并不是靠着雷霆的力量，而是真实修为提升到了7品半地。可是只要想到当初第一次看到楚风的时候，楚风还只是一位小小的武王，但如今竟已贵为7品半地，修为在他之上，他便身体一颤，不由自主地下了一个哆嗦，不甘、嫉妒，但更多的却是惊恐。如此短时间之内便从9品武王踏入7品半地，这是怎样的天赋？这绝对超乎常人，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人啊！这样的存在竟是他的同辈，他觉得这对所有同辈之人来说都如同一场大劫。冷月，你可一定要赶紧杀掉此子，否则后患无穷啊！惊恐之余，百里星河将所有期望都寄托在了冷月的身上。他希望楚风死，希望楚风今日便死，因为他知道他已不是楚风的对手。可先前却对楚风说出了那样的话，今日楚风若是不死，那便是他百里星河要死。楚风，我知道你还有一众雷霆的力量，能够让你的修为再度提升，不如直接使出来吧，否则只是如此的话，怕是这水仙奥艺术也帮不了你。忽然，冷月大喝一声，冰冷的眼眸之中竟涌现出道道狂风。与此同时，天昏地暗，狂风四起，冷月的修为也是从8品半地提升到了9品半地，距离5地只是1线之隔，此乃天赐神力。冷月乃是天赐神体，如你所愿。见冷月提升修为，楚风自然也不怠慢，眼中雷霆再闪，2道绚丽的雷霆羽翼便自身后延伸开来。而当楚风的修为从8品半地提升到9品半地之际，水仙奥艺术的修为已是从9品半地提升到了1品5地。半地与5地虽只是1线之隔，可是半地掌握的只是不纯粹的地级武力，而5地掌握的却是真正的地级武力。虽然水仙奥艺术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意识，可他的修为却是真正的1品5地。这样的水仙奥艺术实力直接提升数倍，水浪涌动之间，虚空都被冲击得七零八落，所过之处一片漆黑，那等威势唯有恐怖2字方可形容。可是别看冷月只是9品半地，但他却拥有逆战4品的战力，他是可与5地一战的半地，但哪怕如此，半地依然是半地，而5地毕竟是5地。冷月虽能与水仙奥艺术一战，可是气势上还是有所不如。这样情况之下，冷月不得不开始施展武技，借助武技的力量来与水仙奥艺术抗衡。不错不错，竟能与我的水仙奥艺术打得不相上下，看来这还不是你的极限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帮帮你。楚风如旁观者一般在那里冷嘲热讽，且说话之间目光一闪，一道磅礴的火焰便如火山爆发一般自其体内的一声喷射了出去。火焰一出，不仅磅礴的热气席卷这方封锁的空间，那汹涌的火焰更是化作一道火人，以烈焰烧青天的威势从另一个方向向冷月杀了过去。看到火人杀来，冷月顿时面容大变，那火人的气息竟与水仙奥艺术一样，同样是1品5地。火仙奥艺术是失传已久的火仙奥艺术，楚风，你是从何得到的？他看到火仙奥艺术，冷月更是吃惊不已。这种事情我可没必要告诉你，你想知道，不如跳段脱衣舞给小爷看看，若是小爷高兴了，也许会考虑告诉你。但是还有一种可能，
你身材太丑，把小爷恶心吐了，那我可就不会告诉你了。楚风笑眯眯地说道。楚风此话一出，百里星河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冷月身为天道府第一弟子，高高在上，何时有人敢轻薄于他？但是楚风却偏偏这样做了。楚风，你找死！而听得此话之后，冷月更是大怒，说话间掌心一翻，一根金灿灿的棍子便出现在了手中。那棍子一出，一道道金芒也是在冷月体内散发开来。因为这棍子可不是寻常的棍子，乃是一把半成地兵。半成地兵一出，冷月的战力顿时大涨，迎战两位一平五地，不但不是下风，反而占据了上风。尤其是冷月那天赐神力，乃是一种强力的风，而那半成地兵刚好可以与冷月的天赐神力完美融合，使得冷月的战力再度大幅提升。此刻狂风呼啸，轰鸣四起，而在那狂风的摧残之下，水不再凶，火不再猛，冷月已是势不可挡，占据了绝对的上风。不过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强就强在不死不灭，这种情况下，任凭冷月再强，却也难以消灭他们，只能与其纠缠。楚风可敢亲自与我一战？冷月怒吼一声，怎么斗不过我的秘籍了？连我的秘籍都斗不过，你凭什么和我斗？楚风摆弄着衣袖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就仿佛他真的只是一个旁观者。我就问你敢是不敢？冷月憋得小脸通红，被楚风气得连心肝肺都要气炸了。但盛怒之下，他也不得不认真起来。他本来并未将楚风放在眼中，但却没有想到楚风只是2道秘籍就将他逼到了这种地步，不仅动用了天赐神力，还动用了自己的半成地兵。眼下他想尽快的结束战斗，但若想结束战斗的唯一方法就是与楚风一战，而不是继续与这2道秘籍纠缠。冷月呀，冷月，你这是逼我出手啊！但事先我要告诉你，让我楚风出手，你可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。楚风说话间，已然取出了一把半成地兵。这把半成地兵是一把剑，此剑极细，甚至细到不像一把剑，更像是一根又细又长的尺子。但它不仅是剑，还是名声赫赫的天仙剑。少废话，用你的实力来与我一战！冷月再度怒喝一声，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就是我的实力。楚风手持天仙剑，脚踏虚空，一步步向冷月走去。但你既然执意想与我一战，我倒是可以成全你。忽然，楚风脚步猛然一踏，速度便瞬息加快。在那衣衫舞动与长发飘荡之际，楚风的速度已是如光一般，瞬息便来到了冷月的近前。当楚风靠近之际，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便如2道灵魂一般融入了楚风的体内。此刻，那方虚空之上，唯有楚风与冷月2人，同样的修为，同样的战力，同样是小辈。此刻，就连百里星河也是瞪大了眼睛，认真的凝视天际，似是不想错过这场最强小辈对决的好戏。冷月出手了，手中的棍子凌厉无比，发出的声响如万兽齐鸣，配上其天赐神力，堪称盖世神威。准确来说，楚风此刻的对手已经不在半帝的范畴之内，而是一位5帝。毕竟冷月能够压制2位一平5帝，可是楚风却也不是寻常的半帝。楚风动了，天仙剑也随之动了，而天仙剑这一动，可就是非同小可。那如猛兽一般袭来的狂风，咔嚓一声被其斩割。不仅如此，那一道斩击落下，虚空直接被分割2段，宛如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道斩击一般。忽然一声刺耳的声响传来，那道斩击被挡下了，被冷月手中的棍子挡了下来。我这天道逍遥棍可不弱于你这天仙剑。挡下楚风此击，本暴怒的冷月嘴角终于掀起了一抹得意。兵器虽然不相上下，但不知道你的棍法是否能与我的剑法不相上下。楚风微微一笑，随后便大喝一声：天仙剑法！楚风手腕一抖，手中的天仙剑顿时化作万千光刃，携带着浓烈的浩然正气，向冷月压迫而去。你会知道的。冷月不甘示弱，手中的棍子舞动开来，便与楚风交战在了一处。楚风的剑虽然很细，可却刚猛无比，而冷月的棍虽然粗长，可却如柔软似蛇，变化多端。2人招式极快，对决之下竟是不分胜负。好强！他们2个的实力已经超越了所有同辈中人，唯有5帝级的老一辈强者才能与他们抗衡。楚风短时间之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，百里星河已经看不清楚风2人的交手，但却可以看出楚风与冷月胜负难分。此刻他脸色阴晴不定，双拳却紧紧握起。他很希望楚风死在冷月的手中，可是楚风却偏偏一直没有要败的迹象，反而隐隐占据着上风。这种情况之下，百里星河紧张不已。忽然，楚风与冷月的战圈光芒大盛，那是剑光，是万千剑光在同一时间一闪而过所造成的光亮。光芒之下，一道身影暴退而出，是楚风。是楚风从战圈之中退了出来。怎么回事？本来百里星河以为是楚风怕了，所以逃离了战圈，可是他很快又发现楚风不仅毫发未伤，嘴角还挂着一抹坏笑。看到那抹坏笑，他便知道楚风不是怕了，应该是另有打算。而就在这时，冷月的身影也是浮现而出。看到此刻的冷月，百里星河顿时大嘴张开，目瞪口呆。楚风，你哪里逃？此刻冷月与百里星河一样，以为楚风是要逃跑，赶忙甩动手中的棍子便追了过来。哈哈，不错呀。然而站在远处的楚风却没有闪躲的意思，而是盯着他的身体，一阵哈哈大笑，并且目光很是怪异，笑得更是邪恶。这种情况下让冷月感觉很不自在，不由得看向了自己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冷月顿时惊呼一声，随后满脸的惊慌。他惊愕地发现，此刻的他竟一丝不挂，原本的衣服都没了，就这样赤着身子，把自己的一切都展现在了楚风的面前。发觉不对，冷月赶忙动用结界之力，凝聚出一套衣服覆盖自己的身体，随后下意识地看了楚风与百里星河一眼。
而百里星河的目光依旧停留在他的身上，没错是身上，而不是脸上，并且目光瞄准的部位还极为的可耻。被看到了，全都被看到了，哪怕他已经遮挡住，可还是为时已晚，该被看到的都被看到了。羞耻，巨大的羞耻。对于女子来说，最重要的便是贞洁，尤其是冷月这种不将天下男子放在眼中的女子，更是看重。她觉得整个五之圣土，除了那已经死去的五位帝王，没有一个人配成为她冷月的男人，更没有一个人配看到她的玉体。可是今日，她的玉体竟然被看了个干干净净，这叫她怎能接受？此刻，冷月又是大喊一声，这一声震的虚空都是一阵抖动，她的所有不甘、羞辱、愤怒都含在了其中。楚风，是你做的！忽然，冷月将那冷冽的目光投向了楚风，他忽然已经想起来了，想起了先前发生的一切。先前楚风对他发动了一套异常猛烈的剑法，那剑法不仅玄妙，还打得他猝不及防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全力抵挡。本以为会多少受伤，可是不仅没有受伤，楚风的攻势反而越来越慢，直到忽然倒退出了战圈，发生了刚刚的一幕。现在想起来，他才明白了，楚风施展出那套剑法，不是为了伤他，而是为了辱他，在那套凌厉的剑法之下，将他的裙摆斩得一丝不挂。楚风，你个无耻之徒，我非杀了你不可！娇躯被两个男人看了个精光，而这全是拜楚风所赐。冷月忍无可忍，暴怒之下，整个人化作一道长达100米的银色利剑，向楚风刺了过去。这是天道府的得劲武技，威力很是强横，直接在天际之上划过了一道巨大的缺口。得劲五行阵，眼见冷月动用如此厉害的武技，楚风也不敢怠慢，风雷水火土5种元素一同浮现，且相互交织之下，急速旋转，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罗盘，将楚风守在了其中。冷月所化的长剑袭来，想要刺破罗盘，可是二者交织，竟形成了对抗状态。冷月一时之间也是无法伤到楚风。冷月，先前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，你先消消气，我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忽然，楚风一脸认真的说道。此刻，冷月的确很愤怒无比，且杀意滔天，他是真的想杀了楚风。但看楚风收起了之前的嬉皮笑脸，如此认真的说话，他也是神情一愣，不由得问道：什么事？虽然你长得丑，但你身材真不错。话罢，楚风的嘴角掀起了流连忘返的贱笑，并且那无耻的目光再度在冷月的身上扫视起来。楚风，我冷月今日非要杀了你不可！冷月气的心脏都在抽搐，灵魂都在发抖，继续发动攻势，想要刺破那的劲五行阵，想将楚风大卸八块，以泄心头之恨。不错不错，要的就是你这个样子，这样才有点天道府第一弟子的模样。不过我猜你光着身子，愤怒的样子会更加好看。来，再给小爷拖一个。忽然，楚风身形一转，竟自那的劲五行阵中脱离而出，绕到了冷月的身后。寒芒闪烁之间，楚风摆动天仙剑，再度施展出了如先前一样凌厉的天仙剑法，对着冷月便冲了过去。而冷月所化的长剑已经深深地插入了地劲五行阵中，被的劲五行阵牢牢地锁住，根本脱离不开，只能眼睁睁地看楚风袭来。该死！此刻冷月脸色大变，情急之下，他眼中道道蓝色的雷芒闪烁，随后风云变色，数道惊雷自其体内散发而出，向楚风爆射而来。那雷电来得太过突然，并且极为霸道，楚风不能不管，只得靠天仙剑来阻挡。但楚风的天仙剑更是强横，虽然在抵挡袭来的雷电，可楚风的攻势依旧在向前，那雷电挡不住楚风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狂风呼啸，那冷月的天赐神力也是再度席卷而来，狂风与雷电交织一处，威力顿时大涨，哪怕楚风的天仙剑法也只能勉强阻挡。这丫头竟这般厉害！此刻楚风眉头紧皱，当那雷电出现的一刹那，楚风就意识到了不对，此刻更是确定了自己的猜测。冷月，你竟拥有2种天赐神力！忽然，楚风大声问道。当那雷电出现的一刻，楚风就发觉那力量很是特殊，不是寻常的武技，乃是天赐神力。可是只要想到冷月已经展现出他的天赐神力了，楚风便有些迷糊。毕竟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2种天赐神力，至少在此之前，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可能拥有2种天赐神力。但是现在，楚风几乎能够确定了，冷月的确拥有2种天赐神力，那风与雷皆是天赐神力，这绝对不会错。你倒识货，同辈之中，你是第一个逼得我施展出天雷神力的人。那我不妨告诉你，看到我2种天赐神力一同施展的人，都已死在我的手中。话到此处，那天雷与天风2种天赐神力彻底融合，风中带雷，雷中带风，声势之强，威力更是无穷。风雷融合之后，宛如一道巨龙，夹带着风雷之势，便向楚风压迫而来。这一击不仅威力绝顶，更是杀气腾腾。冷月不是说的，他是真的要杀了楚风。天赐神力真的是2种天赐神力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一个人的身体里怎么可能有2种天赐神力，并且2种天赐神力都掌握得如此纯熟，竟能巧妙融合，提升威力。此刻，百里星河看着天际之上的冷月，更是一脸的难以置信。百里星河也是天赐神体，所以深深知道天赐神力的厉害，那是一种驻扎在体内的力量。你可以去掌握它，去操控它，可却很难掌握，更是难以操控。因为天赐神力是一种无穷无尽、难以衡量的力量，不管你能掌握到它的多少，可只要它在你体内，那力量也就在你体内。这个力量，哪怕你无法掌握，却也是你的身体必须要承受的。一个人的身体里能够驻扎一种天赐神力，已是极限，怎么可能有2种天赐神力？怎么可能承受的了？并且还娴熟地掌握到了这种地步。冷月，你是妖怪不成？怎么可以强到这种地步？百里星河满面震惊，在他看来，
冷月所做到的事，已经不是人可以做到的。楚风完了，楚风绝对完了。任凭楚风在天子卓越，也绝对不可能是这妖女的对手，因为楚风的对手已经不是人了，是妖，是真正的妖。百里星河在心中感叹起来，虽然他一直希望楚风死，但此刻却也为楚风感到有些遗憾。他已经见识了楚风的天赋，他坚信楚风继续成长下去，很有可能成为他们小辈之中的最强。可惜楚风还未彻底成长，便遇到了同为妖孽的冷月，而至少现在来看，这冷月的妖孽程度还要在楚风之上。事实上，此刻的楚风的确被冷月压制住了，冷月的修为与战力都不在楚风之下，并且二者的半成地兵也都是相当好的品质，同样不分上下。而冷月则是拥有2种天赐神力，这人2种天赐神力被其完美融合，威力提升数倍。这种情况下，就算楚风再召唤出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，也是无妨阻挡冷月。冷月，既然你已经交出了老底，那我也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手段。楚风不退反进，随后4道光芒自其体内爆发开来，刹那间阵阵怒吼响彻天地。青龙疾行术、白虎攻杀术、朱雀复活术、玄武遁甲术，4大无上秘籍宛如4只圣兽一般，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了楚风的四周。4大无上秘籍的出现，不仅从威势上使得楚风不再弱于冷月，从气势上，楚风则是更胜一筹。这种感觉是无上秘籍，楚风你竟还掌握着4种无上秘籍。此刻冷月也是大为吃惊，秘籍何其珍贵，哪怕他拥有2种天赐神力，可却连1种无上秘籍也不具备。而楚风不仅掌握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2种秘籍，除此之外，竟还掌握着4种秘籍。而看这架势，这4种秘籍的力量似乎还要在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之上。楚风掌握着足足6种秘籍，可他冷月却一个都没有，这叫他怎能不惊？其实冷月吃惊还不算什么，当楚风施展出4种无上秘籍之时，那观战的百里星河早就被惊呆了。百里星河好说歹说也是练兵仙人的闭门弟子，算见过大世面的，此刻被惊成这个样子，的确有失身份，但这却也侧面表明楚风拥有6种秘籍是多么的惊人。此刻依仗4种秘籍的无上神威，已然挡住了冷月的攻势，二人再度形成了均势。楚风有趣，真是太有趣了。都说主人不死，秘籍不死，就算主人死了，秘籍也不会死，但是主人死了，秘籍便会易主。今日你胆敢羞辱于我，我便要斩杀于你。我不仅要斩杀你，我还要挖掉你的眼睛，还要抢夺你的兵器，还要夺取你的宝物，还要征服你的秘籍。你的所拥有的一切，你拼命获取的一切，都将是我冷月的。你之前所做的努力，都是在为我冷月做奉献而已。看着楚风那神勇的4大秘籍，冷月的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之色。与此同时，很少笑的他更是难得的笑了起来。只是此刻他的笑容是如此的邪恶。随后他的双手开始急速变化，道复杂的手印不断在其手中浮现，以光一般的速度一闪而过。而与此同时，一股强大的气息也是在冷月的体内散发开来。这股气息，感受到这股气息，楚风也是眉头一皱，因为这股气息实在太不寻常了。这冷月要施展什么样的手段？楚风感觉不妙，赶忙提起天仙剑，施展出了的劲苍冥斩。情急之下，9斩齐发，楚风也不再有所保留，9斩叠加，天地漆黑一片，唯有那血红色的光刃最为耀眼。然而就在那9道斩击已然突破风雷形成的数道墙壁，靠近冷月之际，冷月的嘴角忽然掀起一抹冷笑，想奇袭，可惜你晚了。话音响起之际，冷月猛然抬手，一道金光便忽然乍现，而那道金芒当真是光芒万丈，竟硬生生的将楚风的苍冥9斩全部给拦截了下来。这是那金芒实在太过耀眼，连冷月的身体都被遮挡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楚风只能动用天眼，在天眼之下，一切变得清晰。楚风能够看见冷月的掌心之上悬浮着一道金印，此印四四方方，有半个巴掌大小。可是那霸道的金芒正是此印散发而出，并且此印周围的虚空也在不断的抖动。那种抖动不像是被威压震慑的颤抖，而更像是惧怕了一样的颤抖。这金印竟让虚空对其惧怕，此印之利奥的已无需多说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楚风发现此印不是至宝，不是半成地兵，乃是纯粹的武力。莫非？看到此印，楚风也是眼前一亮，心中一紧。楚风，你这武技好，是厉害，算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劲武技。不过可惜啊，哪怕你这的劲武技再厉害，却也难以伤我分毫，因为此刻我所施展的乃是天境武技，天境道光印。冷月大声说出了这5个字，天境，果然是天境武技。天道府不愧是3府之一，竟有天境武技供弟子修炼。看着冷月手中那强大的金印，楚风的眼中难得的涌现出一抹羡慕的目光。天境武技啊，那宛如传说般的武技，楚风迟迟未能见到，今日倒是见到了，可他却在对手的手中，这对楚风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楚风，你放弃吧，你若现在向我跪地求饶，我可以不挖你的双眼，留你一具全尸。冷月说道。我若不呢？楚风说道。你若不从，我就让你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冷月恶狠狠地说道。此刻的他说话的语气之中都带有绝对的自信，但自信也有着自信的资本。冷月的确是楚风目前为止所遇见最强大的同辈，甚至可以说，面对这样的冷月，楚风已经处于了绝对的劣势。但哪怕如此，楚风却也不慌不乱，只是淡然一笑道：那你便来试试看吧。